哎，我想了一个方法来解决边境大河它这个炮管固定仰角的这一个机构的问题。因为之前我有提到当我们换了金属炮管以后，连接了它的炮身，就是以它的炮膛为主，这里它是没有办法让你固定仰角的这个机构。来，你看它的设计是这样，然后把主炮塞进去，然后主炮就可以到处乱晃啊。你在炮身里面、炮座里面，你也没办法固定它，因为它的固定点长在哪里？它的固定点长在塑胶炮衣上、塑胶炮管上面。你看它是这样啊，一个凸点在后面，然后前面是一根贯穿的，直接穿到对侧去。它是用这个机构才可以把你的炮膛给放到该放的位置上去，然后做俯仰机构的调整。它是以这个为中心点。好，然后边境原厂就付给你金属炮身，所以金属炮身没有这个功能。那我们今天要改的就是想办法把这两根切下来，然后再移上去，这样就可以解决。OK， 这是第一个。好，这是第二个。切下来了以后呢，在前面它这个要固定的这个点涂上胶水，然后把原本的这个塞进去。好，塞进去了以后呢，我会用我自己调的这个滤盖再加上边框去溶的这一种胶，它对塑胶的固定力就还蛮大的，同时它也是稍微有点填缝的作用。弄好了以后，炮管就可以放进去啊。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要把炮栓给切下来，用炮栓来固定尾巴。好了以后，帮我们的快干上场，瞬间胶。瞬间胶来了以后呢，就直接粘一整圈，然后旋转塞进去。那你只要注意，炮管跟炮膛是一直线，然后上下稍微调整一下，让它变成一直线。好，这样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就是等这个部位的快干胶比较干燥了以后，我们再用塑胶补土点在这个部位上，让它去形成
跟原本的塑胶炮管一样的这个折线。有这个折线以后，它就可以尽可能去抑制这一根炮管它是会上下移动的。你只要有塑胶填缝填在这个部位，它就不会移动。那填缝起来就会变这样，它是硬的，它是硬的，所以它就不会动。这根炮管整根就不会动。炮管不会动了以后，你就可以很直接的把它压到你要安装的部位上面去，然后你再把主炮的炮壳盖上。这样就可以了。基本上主炮的结构就是这样子而已。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因为里面的结构我都没有用胶水固定。它的主炮是还有高低可调的这个空间的。所以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完全的解决掉边境主炮它这个设计不良的这个问题。那做起来之后就会跟这个一样。我把炮衣给抽掉。它里面位置有点跑掉。OK， 来你看3根炮管的位置一样高，然后你可以稍微的去调整它的角度，这些都没问题然后就看你选择的是平角炮衣，套上去，这边点上快干，套上去，然后点上快干，或者是选用仰角的炮衣，直接套上去，然后点上快干胶。好，这样子主炮就可以完工了。所以就算它金属炮管没有那2个固定的支架，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切塑胶炮管的下来制作。所以边境的主炮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你只要依照说明书，再把周围的蚀刻片装一装，那主炮安装就结束了。
这就是 Verifier 它的主炮所有的蚀刻片，所以可以看得出蚀刻片的数量相当的多。所以在制造上的话，在建造上的话，我们就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来做 Verifier 的主炮的制作。再来就是我们开始组装田宫的主炮系统。田宫的主炮系统其实看起来就刚好是介于野火跟边境当中，它没有特别难。它虽然有看起来像内购的东西，可是实际上它并不是内购，所以我也觉得田宫做这个也蛮奇妙的。
它主炮内的设计就是这样。那这个是 Pontos 它所附上的金属炮管，这个是原厂田宫所附上的塑胶炮管，两个的差异性，除了在长度上有一些不太一样，看到可以很明显看到主炮是田宫的比较高，然后再来就是田宫的主炮因为它开门的方式，所以前面是没有开出炮口的，那金属炮管它就会有炮口，这是差异性。不过组装起来的话，我是觉得，就算是塑胶炮管，也不会难看到哪里去。如果你要做的那一个场面是在港口内的话，一般来讲炮口都是会塞上盖子，那个时候我觉得。三家的大和号的主炮都已经上完了改装件的蚀刻片以及 3D 列印件，那现在就是实际装上船身给各位看一下看起来的感官跟感受是什么样子。以主炮来说，边境的主炮它确实在一部分的细节是表现的还不错的。你看它这个测距仪的旁边的这一块盖子，它的铆钉是直接印在上面的，然后它的这一个测距仪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没有结合缝，它是一体的，它把结合缝做在下面，所以上面的这个地方是完全看不出缺陷的，所以这个是边境它比较优异的地方。那再来就是它的栏杆少了最外层的这一圈，外面还会有一圈非常矮非常低的一个小围篱，边境它没有这个设计。然后翻到背面来看，它的蚀刻片在背面看起来就简单的比较多，有一个舱门，然后这边应该会有一个挂架，可是它没有挂架，可是它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半圆形的语言，这是反而是其他厂商没有的设计。这个就是边境的主炮，然后上面的964 3连装的防空机枪，这东西它是搭配的是他们是 3D 列印件，这就是边境的主炮。前面的话，前面的炮我是采用仰角的这种炮衣所以我如果把炮衣也换掉的话，它就可以调整成水平的这个方式，这个平角的方式。那炮衣呢，这些我都还没有用速干胶、快干胶、超级胶这些东西，我都还没有固定。到最后我们再选择看有没有必要固定这个东西。然后大和号的主炮你可以看它少了一个，在炮管的下面，照理来说会突出2个类似台阶的东西。那
边境它没有这个设计，它没有这个蚀刻片，然后在炮管上它会有一些支架跟一些可以站的那个护栏，它也没有这个设计。不过它的说明书给的历史照片反而有这个东西，那它就是没有附上这个零件，所以相对制作起来我会觉得它的炮少的，它的零件会少比较多，所以你在制作上速度会比较快。不过细节上，如果你跟其他家有个对比的话，那看起来他家的炮就看起来就简单了很多。所以这个就是边境的主炮的表现。再来是田宫的78025配 Pontos 的基础改。Pontos 它一样，只要田宫它有附的套件，这些栏杆 Pontos 就不会给你，所以它也是一间很偷懒的公司啊。对，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去折田宫的 Stainless 的这个蚀刻片。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主炮的侧面一样，这个盖子一样是使用蚀刻片，这是田宫原厂的。那它的测距仪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个接合缝，上面也有接合缝。所以这些地方是需要去处理的，所以会比较耗费时间。那我刚好提到的就是最外面的会有一圈比较低矮的这个小围篱这个就是田宫跟 Verify 他们都有这个设计。再来看到后面，你看它在这边就有一个吊架，这里有个吊架，然后它的外面的走道它是有一个阶梯式的。然后78025配基础改的话，它的3连装防空机枪本体是采用塑胶件，那枪管、护盾、座椅、瞄具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使用蚀刻片，所以制作起来的话，它会比较费时间。Verifier 是这3家里面然后再来看前面炮塔就只有上面的。田宫78025的炮管调整，下层的一样是田宫虽然没有内构，不过它还是有下层用的角度，就可以去调整它的炮管。这个我一样都没有碾死。不过看起来因为 Verify 的蚀刻片的零件是最多的，炮的那些架子，所以看起来的精细度就会比较漂亮。那因为我的蚀刻片可能拿错套件了，所以变成说，上面的96 3连装防空机枪的蚀刻片不知道搞到哪一套里面去，我拿到的反而是豪华版的蚀刻片，所以精致就会里面就没有炮盾、座椅这些东西。塑胶件的锐利，因为豪华版的它是使用 3D 列印件，所以它蚀刻片就没附上这些东西。好，再来就旁边这个低矮的这一圈的围篱，它的配饰度相当高，就跟原本炮身上面的预留孔这些都有。都是非常的吻合的。然后再看旁边的这个结合缝，它一样有结合缝，这一块扣分。你看它是什么细节都没有，就给你一块椭圆形的圆盘。这一点就真的很不 OK。好，再来炮衣呢 ，Verify 的炮衣就是这3家里面做的最漂亮了。这是实际化，它的这个炮衣的皱褶最自然。最漂亮，可是它只有给你平角的这个角度，你没有仰角的角度可以选择，这点就很可惜。然后在压炮衣的这个
这个扣环它给的也是蚀刻片，另外2家都没有。然后再来就是我说的下面的这个平台衍生出来的平台，它一样有给蚀刻片。田宫也有 ，Pantos 也有，就只有边境没有。所以这个就是 Verifier 的主炮的设计。它放在船身上面之后，整个大合级460公分的这种主炮就有它的气势在，看起来就很漂亮。那我们再来就是准备开始制作中间段的这个部分，中间段的部分就包含了舰桥跟后烟囱，还有2侧的防空机枪塔。然后做完之后，我们再制作我们的前后副炮，然后其他甲板上的附件，再来就是船首。所以应该还要在2、3个礼拜左右，我们才可以完成3艘大和号的建造。OK， 那就下一集见啊，拜拜。